过分庞大的核武库是美国的包袱还是实力？中国发展核力量，别给自个儿挖个陷阱。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这几天呢，中国要不要增加核弹头的话题啊，很火。就是胡锡进那个发言之后啊，很多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上次节目说完之后呢，也提出观点来，中国是应该强化自己的核力量。结果很多网友非常激动啊，在这个评论区里边表达自己愿望。有人说呢，中国需要1000枚以上核弹头的；有人说呢，是需要3000枚的。不过呢，还有些人数字说的比较夸张了，有说至少1万的、2万的、3万的。最狠一个评论说中国需要300万枚核弹头的，真以为太上老君那金丹是菜市场上买花生豆炒出来的呀？您这300万枚说来就来啊！其实呢，我们上次说的是一个原则，我们没有说具体数字啊，就是说如何保证核威慑有效，就需要一个必要的核武库体量。但是你由着性子乱搞的话，为了数量堆数量的话，那就过于幼稚了。特别需要注意一点的是，我们强调的是核弹头的数量有一个概念是什么？是有效数量，而不是绝对数量。有效才是威慑的前提。具体说，你有多少弹头可以保持在值班状态？你有什么方法能够让这些弹头隐蔽好、保护好？你的发射阵地是否灵活多变？你的导弹和潜艇是不是足够隐蔽、足够隐身？否则，你弹头再多，发射能力不够，全放在仓库里边有用吗？你这发射装置再多，被人一波都砸烂了，有用吗？等于没有。再有一个就是你的突防能力，就是对方评估你发射核武器之后，最终突破拦截砸在他们领土上的弹头是多少，他们这个评估数字是可以吓唬他们的，这个威慑才是有效的。所以对中国来讲，我们需要的是核弹头的质量，核武器的质量，然后是适当的提高核弹头的数量。如果我们不强调一个质量，光讲数量没有意义啊。所以我们现在讲高超音速武器，讲各种假弹头诱饵，我们要搞末段机动，要搞地下长城，都是从发射前的隐蔽保护和发射后的突防两个方向去增加有效的核威慑能力。这不仅仅是通过增加核弹头数量就能实现的。而且呢，造核武器、养核武器成本很高啊。美国历史上为了维护自己的核质量，先后花了是5.7万亿美元。5.7万亿美元按现在是什么概念？就是美国从2003年到现在打反恐战争都没打出5.7万亿美元了。这次你看拜登打算花6万亿美元，国会就吵得不行了。那5.7万亿美元放到历史上看，放到过去来看，那比现在要值钱的多呀。而美国现有核武库呢，要做到日常的维护，还有未来更新，就未来10年完成更新和维护，预算是多少？1.2万亿美元。加在一起恨不得7万亿美元出去了，就为了维护它的核武库。而且那个核武库啊，维护方面成本高了，所以你看美国那么常规武器研究方面呢，必然也不会受冲击。所以最终呢，还是要回到一个核战略上来。中国的核战略定位是什么？就是利用自己的核武器，让任何国家不敢用核武器面对中国进行冒险。说到底是最终保护中国不必经历一场核战争，而不是为了追求核战争，或者利用核战争我们试图称霸全球。现在任何国家都做不到有了核武器就能让全世界听话，在全世界称霸，没有一个国家能，中国也不可能。所以这个称霸的心态，美国不应该有，中国也不应该有。而且呢，要避免核战争，除了核武器，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力量。核武器什么？是同归于尽的炸药包。你要是能用枪炮消灭敌人，就没有必要抱住敌人之后拉响自个儿腰里炸药。毕竟同归于尽办法是最终迫不得已才用到的。所以呢，不管解放军怎么发展，不管我们怎么看待胡锡进的说法，我们心里要有根弦儿。我们的目标是提高核战争的门槛，让中国远离灾难，而不是降低这个门槛，让我们向核战争进一步的靠近。好，关于我们怎么去看待美国的核武库维护保养，怎么看待中国避免核陷阱，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